公元234年，5丈原的秋风吹灭了蜀汉中军大帐里的最后一盏孤灯。1700多年过去了，在历史的牌桌上，最终赢下天下的是那个以阴谋和实用主义起家的司马家族。可魔幻的是，今天当你走进成都的武侯祠，香火依然日夜不息，而那些真正的赢家却大多只留在了泛黄的故纸堆里，甚至背负千古骂名。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固执的、深情地去怀念一个1000多年前的失败者？论结局，他耗尽心血守护的蜀汉，最终还是走向了覆灭。论功业，他5次北伐，没能为大汉收复哪怕1寸中原的故土。既然他没能赢下最终的胜利，我们究竟在怀念什么？是戏台上那把呼风唤雨的羽扇，还是演义里空城抚琴的半仙滤镜？今晚，我想和你一起彻底撕掉这些被后世神话的耀眼标签，去看看历史深处那个没有开挂、没有法术，只有满身泥泞和伤痕的真实凡人。公元181年，徐州琅琊，一个婴儿在乱世的烽烟里降生。他原本应该有一个体面的童年。诸葛氏虽然不是顶级豪门，也是正经的官宦世家，但诸葛亮的童年没有得到这份平静。3岁丧母，8岁丧父，他还来不及理解死亡的重量，就被迫学会了接受它。年幼的他和弟弟诸葛均只能依附于叔父诸葛玄，过早地品尝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如果这只是命运的全部考验，或许还不足以塑造后来的那个诸葛亮。真正将他的人生底色涂上一层铁灰色的，是公元193年的徐州。那一年他12岁，曹操以替父报仇为名，率大军杀入徐州。那不是一场战争，那是一场对人间秩序的彻底粉碎。史书用4个字记录了后果：泗水为之不流。不是夸张，不是修辞。数十万具尸体塞住了河道，河水漫过腐烂的人肉，空气里弥漫着让成年人崩溃的恶臭。天空被焚成的浓烟烧成暗红色，妇孺的哭喊在刀斧落下的一瞬间归于死寂。一个12岁的少年站在逃亡的队伍里，回头看见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为了活下去，叔父带着他们姐弟几个裹挟在浩浩荡荡的难民潮中，一路向南流亡，最终在相对安定的荆州停下了脚步。命运并未停止对他的捶打。公元197年，一直庇护他们的叔父诸葛玄病故了，最后一把遮风挡雨的伞也被时代的狂风撕碎。16岁的诸葛亮站在举目无亲的南国异乡，被迫提前结束了少年时代。他成了这个破碎家庭的顶梁柱，在泥泞的荆州大地上，冷眼旁观着这个疯狂的世界，等待着命运的下一次洗牌。后来的故事里，人们常说他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句充满文人清高气息的话，其实掩盖了一个落魄贵族子弟强烈的阶级跨越渴望。仔细想一想，一个真正想隐居的人，为什么要跑到荆州军阀刘表眼皮底下的隆中去种地？为什么要整天吟唱着那首感慨世事无常的梁父吟？为什么要在当地士族圈子里毫不谦虚地把自己比作管仲和乐毅这样的千古名相？这不是什么淡泊名利，这是一场审时度势的自我经营。他需要一个足够大的舞台，而那个舞台不会主动来找一个在田垄上默默种地的无名书生。他必须用最高调的姿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不出山则已，一出山便能扭转乾坤的稀缺资源。一个外来的流亡子弟，如果顺着察举制度一步步往上爬，一辈子只能做个抄写文书的底层小吏。他必须用反常规的姿态，给自己打造一个世外高人的标签，用最高调的隐居来吸引最有实力的明主。
在这场自我包装的过程中，诸葛亮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冷酷与功利。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婚姻。当时荆州名士黄承彦找上门来，对他说：“我有个丑女儿，黄头发黑皮肤，但是才华配得上你，你愿意娶吗？”诸葛亮二话不说，立刻答应。当地人甚至编了句顺口溜嘲笑他：“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成丑女。”在讲究门当户对和容貌仪态的汉代士大族圈子里，一个自视甚高的青年才俊为何如此痛快地接受一段被群嘲的婚姻？因为黄承彦的妻子是荆州牧刘表的后妻蔡夫人的亲姐姐。荆州最大的军阀势力蔡氏家族就是黄家背后的靠山。通过这门婚姻，诸葛亮瞬间拿到了荆州顶级政治权力圈的入场券。他用世俗眼中的委屈换来了无可估量的政治资本。有了名声，有了人脉，他在等谁？曹操的阵营里，荀彧、郭嘉这些顶尖谋士早已占据了核心位置，他去了只能做个中层。孙权的江东被本地的四大家族牢牢把控，外来户根本进不了决策层。诸葛亮在等一个有着巨大潜力却濒临破产的创业者。他要的不是高薪厚职，他要的是从龙之臣的创始地位，是能够让他全盘操盘的绝对话语权。终于，公元207年的冬天，一个落魄的中年男人踩着隆中的积雪走来了。46岁的刘备打了半辈子败仗，连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都没有，手下只有关羽、张飞几个老兄弟和几千残兵，寄居在刘表的屋檐下，活得憋屈而狼狈。但他身上有2样东西是那个乱世里最稀缺的，一个汉室宗亲的政治招牌和一种怎么打都打不散的韧性。而那一年，诸葛亮27岁，他在隆中已经住了10年，种地、读书，冷眼旁观天下大事。荆州是四方流亡者的汇聚地，信息在这里交汇。他在田垄与书斋之间，已经默默推演了无数遍天下的棋局。他不缺才华，不缺见识，缺的是一个值得他倾尽一生去辅佐的人。所以三顾茅庐不是一场单向的面试，而是一场双向的试探。诸葛亮让刘备跑了3次，不是傲慢，是掂量。他要看的不是这个人有多恭敬，而是这个人有多笃定。一个打了半辈子败仗还能保持斗志的人，到底是匹夫之勇，还是心有磐石？第3次叩门就是对这份疑问的回答。而刘备也在这3次往返中掂量着诸葛亮。一个27岁的年轻人，敢让一个汉室宗亲连吃2次闭门羹，要么是狂妄之徒，要么是真正的卧龙。刘备选择赌后者。当刘备第3次踏入草堂，2双眼睛终于对上了。一个见过刀山血海，一个阅尽天下大事。他们互相对视的那一刻，不是君臣初见，是2个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快要对这个世界失望的人，终于在对方身上看到了值得再赌一次的理由。诸葛亮铺开地图，那不是一张临时画就的草图，而是一个在心里打磨了10年的方案。他条分缕析，曹操以拥100万之众，不可与之争锋；孙权具有江东，可为援而不可图。真正的机会在荆州和益州，拿下这2块地盘，等天下有变，一路从益州出秦川，一路从荆州向宛洛，2路前击，霸业可成。刘备听完，不是如痴如醉4个字能概括的，那是一个溺水半生的人，终于摸到了一根足以承载自己整个野望的浮木。他看到的不仅是一份战略，更是一条终于能让他喘口气的活路。而诸葛亮看到的是一个愿意用余生去执行这份蓝图的人。他们在那间茅屋里完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托付。这场茅屋里的火炉对谈，就是后来被史书镀上了一层耀眼金箔，被奉为千古战略神作的隆中对。
但今晚，当我们拨开这层浪漫的君臣滤镜，用最冷酷的地缘政治眼光去重新审视这份三分天下的蓝图时，你会发现，天才的构想并非完美无瑕。在这个27岁青年的宏大构想中，有一种急于改变命运的热望，让他在推演时无意间美化了一些极其致命的变量。他把夺取荆州和益州想得过于理所当然，似乎只要大军压境，两地就能传楫而定。但现实不是沙盘，跨越千里的双线作战，在那个靠快马传递军情的时代，意味着命令从荆州传到益州，战场局势可能已经翻了3番。连绵的秦岭和险恶的三峡不只是地图上的2道杠，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天堑，会吃掉你的兵力、粮草，还有最宝贵的时间。更致命的是他对东吴的判断，他把孙权看作一个可以按计划配合的静态盟友，但乱世中没有永远的朋友，荆州同样是东吴立国的核心利益。当你的盟友同时是你的竞争对手，当你们盯着同一块地盘，联盟的裂缝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但也许这些漏洞他自己并非全然不知，只是在那间漏风的茅屋里，对当时的刘备而言，需要的不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完美闭环，而是一个值得用余生去赌的方向。而诸葛亮给出了他。无论如何，公元207年的那个冬天，落魄的皇叔和等候多年的隐士达成了这笔重要的一次托付。草堂外，凛冽的寒风正席卷着荆楚大地。26岁的诸葛亮收起书卷，走出他精心构筑了10年的世外桃源，一头扎进了那个绞杀过无数英雄的乱世棋局。前方等待他的将是算计、背叛、鲜血，以及一副他此后人生从未卸下的责任枷锁。命运似乎有意要给这位初出茅庐的战略家一个最冰冷的下马威。仅仅1年后，曹操的数十万大军便如黑色的狂潮般呼啸南下。荆州牧刘表病死，继任者刘琮不战而降。隆中对里那份完美的战略蓝图还没来得及落地，就遭遇了行业巨头的暴力兼并。在那常史称长坂坡之战的大溃逃中，诸葛亮第一次真切闻到了战争的血腥味。没有运筹帷幄的从容，只有丢盔弃甲的狼狈。10万荆州难民的哭喊声混杂着曹军铁骑的马蹄声，撕裂了秋日的苍穹。在这场生死存亡的狂奔里，诸葛亮清醒地意识到，宏大的战略推演如果缺乏实力的支撑，不过是一纸空谈。刘备集团已经走到了悬崖边缘，退无可退。此时他主动站了出来，向刘备提出了那个改变天下格局的建议，去江东向孙权求援。在后世的戏剧舞台上，诸葛亮江东之行的重头戏是舌战群儒。他用华丽的辞藻和诡辩，将东吴的文臣驳得哑口无言。但真实的政治博弈从来不是靠耍嘴皮子决出胜负的，这其实是一场地狱难度的外交谈判。当时的孙权集团正笼罩在曹操会猎于吴的恐怖阴影下，内部早已撕裂。以张昭为首的江东士族为了保全家业，主张开城投降，而周瑜、鲁肃等少壮派主战，却苦于无法彻底下定孙权的决心。在这样的绝境下，诸葛亮作为使者踏入了柴桑的议事大厅。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外交任务，它代表的是一个刚刚在长坂坡被打得抱头鼠窜，连一块立足之地都没有的流亡军阀。面对兵精粮足、具有长江天险的东吴，他拿什么去谈平起平坐的结盟？如果低三下四的乞求，刘备集团立刻就会被轻视，沦为东吴随意牺牲的炮灰。于是在这场权力的牌桌上，诸葛亮展现出了一个顶级政客的冷酷与狡黠。面对年轻气盛的孙权，他不仅没有半句哀求，反而用一种极具风险的心理操纵术、激将法
狠狠刺向了对方的软肋。他先是用最平静的语气，极度渲染了曹操不可战胜的压迫感，随后淡淡地抛出一句令人窒息的建议：如果将军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原抗衡，不如早早与曹操决裂。如果觉得抵挡不住，何不按兵束甲，趁早向北面称臣？这番话精准地踩中了孙权作为江东之主的自尊心。孙权反唇相讥：既然如此，刘备为什么不投降？诸葛亮等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刻挺直腰板，抛出了那段著名的旷世宣言：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介壮士，尚能守义不辱，何况刘备是皇室宗亲，英才盖世，万众归心。大事若成，是天命所归，就算不成，也只能以身殉道，绝不可能屈居曹操之下。这句话是整段谈判的杀招，他把刘备的气节抬到了最高处，也把孙权的尊严架到了火山口。你坐拥江东6郡，数万大军，难道连一个兵败失地的刘备都不如？孙权骨子里的血性被瞬间点燃，当即拔剑砍下面前的奏案，定下了联刘抗曹的国策。但这真的是一场仅靠热血和话术就能促成的同盟吗？真实的政治博弈绝不是写诗。孙吴之所以愿意接纳刘备，根本不是出于什么匡扶汉室的道义，而是周瑜和鲁肃等人需要刘备手中仅存的2万水陆残军去顶在最前面，作为替江东抵挡曹军第一波冲击的战略缓冲带。这本质上是一场互相利用、各怀鬼胎的政治交易。而诸葛亮凭借极其克制的伪装和高超的谈判艺术，完美掩盖了刘备集团濒临绝境的虚弱，硬生生地在这场极不对等的谈判桌上，为刘备争取到了一个盟友的席位，而不是附庸。随后的赤壁之战，大火烧红了长江的水面，也烧毁了曹操一统天下的野心。但请注意，这场战役的绝对主力是周瑜率领的东吴水军。诸葛亮既没有登坛做法借来东风，也没有神机妙算草船借箭。在这个阶段，他真正扮演的角色不是呼风唤雨的半仙，而是一台精密、冷酷且高效的后勤机器。赤壁战后，周瑜在南郡与曹军残部死磕，打得血肉横飞。而刘备和诸葛亮则趁着这个权力真空期，迅速南下，兵不血刃地将荆州南部的4郡收入囊中。随后被任命为军师中郎将的诸葛亮，史书对他在这一时期的记载只有短短8个字：调其赋税，以充军事。这8个字背后是何等沉重的现实。战争打的是什么？是粮食，是布匹，是人命。为了支撑刘备日益膨胀的军队，诸葛亮必须把刚刚经历过战乱的荆南4郡变成一个巨大的资源压榨机。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会计，精准地计算着每一亩土地的产出，每一户百姓的口粮，然后毫不留情地将这些资源收缴上来，送往前线。那些流传千古的神机妙算，其实都是建立在无数无名百姓的汗水与枯骨之上的。这是历史的残酷，也是诸葛亮为了实现那个匡扶汉室的宏大执念必须沾染的世俗尘埃。正是诸葛亮在荆州这几年冷酷而高效的资源整合，让刘备这支原本朝不保夕的流亡残军，终于硬生生地完成了原始积累，拥有了向外扩张的战略资本。而隆中对里规划的第2步大棋，夺取益州，也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落子时刻。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做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极其致命的引狼入室之举，邀请刘备入蜀，协助防御汉中的张鲁。这是一场充满了伪善与算计的政治豪赌。刘备带上了性格锐利、奇谋百出的军师庞统，率领半数精锐逆江而上，踏入了那片被群山环抱的天府之国。而诸葛亮被留在了荆州。这不是一次随意的分工，
在刘备集团的权力版图里，荆州是当时唯一的根据地，也是一个随时会被东吴和曹魏同时反扑的火药桶。前线可以交给庞统去开疆拓土，步步为营，但大后方的钱粮赋税、防务调度，甚至是防备盟友孙权的案件，只有诸葛亮这根定海神针能镇得住。然而，夺取西川的剧本并没有按照预想中那样顺利的推进。短暂的蜜月期过后，刘备与刘璋彻底撕破脸，战争迅速陷入了极其惨烈的拉锯战。紧接着，一个足以让刘备集团震颤的意外发生了。负责前线战术总指挥的军师庞统，在围攻洛城时中流矢阵亡，年仅36岁。庞统的死像一根猝然折断的梁柱，瞬间打乱了刘备的全部部署。失去了最核心大脑的刘备大军，被死死定在了洛城坚固的城墙下，进退维谷，甚至面临着被益州军反包围、客死异乡的灭顶之灾。前线告急的快马带着军情冲入了荆州。面对益州战场的绝境，诸葛亮被迫做出了一个改变三国历史走向的决定。他不得不拔出插在荆州大地上那根刚刚扎稳的根系，放弃了自己苦心经营数年的大本营。他点起张飞、赵云等猛将，率领大军溯江而上，开启了武力夺取西川的血色征程。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驰援。当诸葛亮的战船逆着三峡的惊涛骇浪向西挺进时，他用雷霆手段扫平了沿江的守军，强行将濒临崩溃的益州战局拉回了正轨。但在他转身逆江而上的那一刻，权力的天平已经发生了极其微小却致命的倾斜。因为离开前，他不得不将荆州的绝对防务交给了那位心高气傲的关羽，而那颗日后足以炸毁整个蜀汉国运的暗雷，就在这一刻被无声无息地埋进了历史的泥土里。这或许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具争议，也是最无奈的决定。荆州是隆中对里北伐中原的跳板，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但当时刘备集团人才匮乏，除了威望隆重的关羽，谁也压不住这片四战之地。诸葛亮深知关羽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但他别无选择。当诸葛亮的大军与刘备会师成都城下，刘璋开城投降，益州平定，隆中对的战略构想似乎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刘备集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光时刻。然而，拿下城池只需要一场兵临城下，收复人心、盘活这盘棋局却远比攻城难得多。为了快速整合益州的资源，让这部战争机器再次运转起来，诸葛亮联合法正等人制定了严苛的蜀课。他抛弃了汉代以来宽政待民的传统儒家思想，转而采取了法家的重刑主义。这种毫不留情的严刑峻法立刻引起了益州本土士族和百姓的强烈反弹。曾经为刘备立下汗马功劳的谋士法正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危险的内部撕裂。法正委婉地劝说诸葛亮，当年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与百姓约法三章，所以才能尽揽民心。如今我们刚刚拿下益州，恩信未立，是不是应该稍微放宽刑罚，给老百姓一点喘息的空间？面对法正的质疑，诸葛亮给出的回答堪称冷酷的政治辩护。他指出，刘璋父子在益州统治多年，法纪松弛，权贵横行，互相勾结。如果现在继续施以恩惠，只会让那些既得利益者更加骄纵。只有用雷霆万钧的重法，才能打破旧有的利益阶层，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这套逻辑听起来无懈可击，但站在益州百姓和本土士族的立场上，这无疑是一种带着强烈战时属性的资源倾斜。诸葛亮将益州定位为实现光复汉室这一最高理想的根基与后勤基地。为了这个不容置疑的正统目标，益州本地人的诉求、利益甚至生命
都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如果只看到榨取，便小看了这个男人的格局。诸葛亮清楚，竭泽而渔只会让战争机器无油可烧。在充当掠夺者的同时，他更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建设者。他主持修缮都江堰，设立专职验官，派驻士卒常年维护，把岁修制度固化下来，让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在战火中依然稳产。他复设锦官，将蜀锦贸易收归国家专营，让那匹流光溢彩的丝绸成了蜀汉换取战马和军资最稳定的硬通货。他重启临邛的火井主盐，改进制盐技术，恢复盐铁官营，让盐井的烟火与军营的炊烟一同升起。他用超凡的行政能力，在压榨与培育之间走着一根极细的钢丝，既要用百姓的血肉去填战争的窟窿，又要让百姓在乱世中勉强活下去，让这个国家在失血的同时还能微弱的造血。正是这套严明的法度，彻底终结了刘璋时代豪强兼并、法度废弛的乱局。他整肃吏治，赏罚必信，让益州成了三国乱世中治理最有序、行政效率最高的一方疆土。只是当整个国家被绑上北伐的战车，所有的建设与积累最终都要为战争输血。这才是诸葛亮治蜀最复杂也最让人叹息的真相。他不再是那个超脱的隐士，他是这台绞肉机的总工程师。他用理智压抑了同理心，用效率取代了宽容。他在成都的相府里日夜伏案，处理着海量的公文、粮草的账目、官员的任命。他以为只要把每一个细节都掌控在手中，就能拉住命运那匹脱缰的野马。但他没有意识到，当他用铁腕压制住益州本土派的怨恨时，当他把荆州的安危寄托在傲慢的关羽身上时，蜀汉这座建立在沙滩上的高塔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布满了细密的裂痕。公元215年，随着曹操大军攻破汉中，张鲁出降，一把冰冷的尖刀直接抵在了刚刚易主的益州咽喉上。刘备集团已经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迎战，由此拉开了三国历史上最惨烈、耗时最长的汉中争夺战。这并不是一场浪漫的英雄对决，而是一台疯狂吞噬血肉与财富的绞肉机。这场长达2年的拉锯战里，刘备在前线亲自督战，身边的首席参谋是奇谋百出的法正。而诸葛亮在哪里？他依然留守在成都。他的任务只有一个，不计代价地为前线输送金钱、粮草和兵员。随着战事陷入焦灼，前线兵力告急，蜀中的府库见底。诸葛亮在相府里对着堆积如山的账册焦头烂额，甚至破天荒地去询问益州本土从事杨洪的意见。杨洪给出的回答冷酷而决绝：汉中是益州的咽喉，没有汉中就没有益州。到了这个时候，男子当战，女子当运，还有什么可犹豫的？男子当战，女子当运，这短短8个字撕裂了盛世图景的滤镜，勾勒出一幅令人窒息的残酷画面。老弱妇孺被强行征调，背着沉重的粮包，在崎岖湿滑的蜀道上如蝼蚁般攀爬，无数人倒在荒野中，再也没有起来。诸葛亮以近乎冷血的行政手腕，榨干了益州民间的最后一滴高血，强行拉平了蜀汉与曹魏巨大的国力差距，终于帮刘备耗走了曹操，赢下了汉中。公元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到达了他人生的巅峰。正当成都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时，那个足以摧毁蜀汉半壁江山的噩耗，顺着长江水冰冷地砸了过来。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却在最耀眼的高光时刻，被盟友东吴从背后捅了致命一刀。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荆州，这个隆中对里不可或缺的战略跳板，这个诸葛亮苦心经营了数年的根据地丢了。千百年来，
后人总爱设问，以诸葛亮的智慧，难道看不出关羽孤军北伐的危险吗？难道算不到孙权的背叛吗？他为什么不提前劝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抛开上帝视角的全知全能，回到那个信息闭塞的古代战场。诸葛亮的这场沉默，其实是一场由地理、战略与政治共同交织出的系统性失控。首先是极其致命的信息滞后与战略错觉。成都到荆州相隔着千山万水与险恶的三峡。当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时，传回成都的战报是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在当时的刘备和诸葛亮看来，这不仅不是一场危机，反而是一次空前的大捷。他甚至完美契合了隆中对的终极构想。面对一个正在前线高歌猛进、威震华夏的绝世名将，身在成都的诸葛亮有什么理由去强行叫停？其次是超乎常理的黑天鹅事件。诸葛亮虽然深知东吴对荆州的垂涎，但他基于理性的地缘政治沙盘推演，认为孙权绝不会在曹魏依然强大的情况下彻底撕毁联盟。但他高估了孙权的战略格局，更算漏了人性的幽暗。他万万没有想到，关羽留守后方的核心将领糜芳和士人竟然会不战而降，直接向东吴敞开了荆州的大门。这种内部防线的瞬间倒戈，是任何天才架构师都无法提前计算的死局。当然，最深层也最无奈的原因，依然是诸葛亮在刘备这个家族企业里的尴尬处境。关羽是刘备的结拜兄弟，是凌驾于常规官僚体系之上，拥有假节钺特权的特殊存在。诸葛亮根本指挥不动这位心高气傲的关将军，更无力去挑战刘备对关羽无底线的纵容。在绝对的皇权信任与私人情感面前，再精妙的战略谋划也只能退避三舍。于是在这三重枷锁下，诸葛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颗埋藏在隆中草堂里的暗雷被引爆。荆州的丢失对于刘备集团而言是断臂之痛，但对于诸葛亮而言却是一种深深的无力。他苦心搭建的战略沙盘，第一次被狂热的私人情感与失控的战局无情地掀翻。然而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品尝这种苦涩。2年后，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就在龙椅还没坐热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理智之士绝望的决定：倾全国之兵，东征孙权，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这是一场从战略上完全倒退的军事冒险。放弃北伐曹魏的正当性，去和盟友死磕，犯了兵家大忌。当时义军将军赵云挺身而出，苦苦哀求刘备悬崖勒马。但身为百官之首的丞相诸葛亮，却在史书上留下了一大段令人窒息的空白。他为什么依然不劝？这背后的考量远比怕触怒皇权要复杂得多。最表层的是立场的内在撕裂。他反对的从来不是夺回荆州这件事，而是倾全国之力，意气用事的莽撞打法。荆州是隆中对的半壁根基，是他亲手梳理过的赋税重地，更是荆州及群臣的故土乡园。从个人抱负到集团利益，他都无法彻底否定收复荆州的目标。这种目标认同路径反对的摇摆，让他做不到像赵云那样立场决绝，毫无顾忌的死谏到底。而最核心的是刘备政权的潜规则。蜀汉政权能在这个乱世立足，底座根本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汉室宗亲牌坊，而是关张这些老兄弟用血肉拼出来的江湖恩义。刘备的人设是仁义，如果不倾国之兵去为结拜兄弟报仇，他身上那层最核心的政治光环就会瞬间粉碎，整个蜀汉的军心信仰会立刻从内部瓦解。此时的刘备，与其说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开国皇帝，
不如说是一个被架在情义道德高地上下不来的黑帮老大。在这样一场以复仇为名，实为维护政权合法性的狂热中，任何理智的战略分析都成了对大义的背叛。这也正是诸葛亮感到最绝望的地方。他花了整整15年，试图把一个讲究江湖义气的流亡帮派强行改造成一台冰冷、理智、高效的国家机器。但在关羽身首异处的那一刻，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失败了。当江湖的规矩凌驾于国家的战略之上，理智就彻底失去了发声的资格。此时的刘备已经被复仇的怒火蒙蔽了双眼，谁挡他的路，谁就是政治上的死敌。如果诸葛亮出面强行阻拦，不仅拦不住，还会彻底引爆荆州派系内部的血腥决裂。所以诸葛亮选择了沉默。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辅佐了半辈子的君王，驾驶着那艘千疮百孔的战舰，全速撞向那座名为人性的冰山。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死死闭上嘴，咬紧牙关，等待着在海难发生后去收拾那一地绝望的残局。公元222年，陆逊在夷陵燃起了一场冲天大火，烧光了刘备700里连营，也彻底烧断了蜀汉复兴的最后一点元气。数万精锐灰飞烟灭，刘备仅以身免，狼狈逃入白帝城。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听到惨败的消息，在空荡荡的相府里发出了一声充满绝望的叹息：法正若在，定能阻止啊！这声叹息里，不仅有对同僚早逝的痛惜，更是对自己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看着苦心搭建的国家机器在人性狂飙中坠毁的深深悲哀。短短1年后，那个在夷陵烈火中幸存下来的残躯终于油尽灯枯。当诸葛亮星夜兼程赶到白帝城，推开永安宫那扇沉重的木门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草药味与死亡的气息。映入眼帘的不再是那位意气风发、手握荆州图籍的雄主，而是一个行销骨立、苟延残喘的病人。那一刻，诸葛亮的目光与刘备交汇，时间仿佛出现了一次残酷的重叠。15年前，隆中那间简陋却充满希望的茅屋里，这个男人正值春秋，眼底闪烁着夺取天下的凌云壮志。而此刻，刘备浑浊的眼中却只剩下无尽的疲惫、悔恨，以及面对未竟之志的深沉绝望。此时的成都，刘禅尚未及冠，稚嫩的肩膀怎能扛得住这破碎的山河？蜀汉的精锐已在夷陵大火中烧得灰飞烟灭。刘备平退了左右，在这死寂的宫殿中，那段被后世无数次咀嚼、剖析，在权谋与人性之间反复拉扯的千古绝唱，带着死亡的震颤，沉重地落入诸葛亮的耳中：君才10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世的阴谋论者总喜欢将这番话解构为帝王心术的终极试探，试图在权力的阴影里找出令人战栗的残酷。但如果我们回到那个雷雨交加的白帝城之夜，会发现事情远比试探复杂得多。这并非一场非黑即白的阴谋，而是一个枭雄在绝望中对权力与人性的一次豪赌。刘备打了一辈子仗，见惯了人心叵测，也见惯了乱世里基业一朝崩塌的模样。他清楚当下的烂摊子，17岁的刘禅根本镇不住这风雨飘摇的局面。他也懂诸葛亮，懂他的惊天伟地之才，更懂他刻在骨血里的兴复汉室的执念。15年同行，他知道这个人要的从来不是皇位，是理想的落地，是知遇的报答。所以君可自取这4个字，不是试探忠诚的话术，也不是毫无保留的禅让。这里面有真心，他怕自己死后少主撑不住，拼了一辈子攒下的基业，守了一辈子的理想，就此烟消云散。与其让庸主毁掉一切，不如让最有能力
也最懂这份信念的人掌舵。可这里面也藏着枭雄的精明，他算准了诸葛亮的风骨与执念，知道这份最高规格的信任比任何遗诏、任何制衡都更有力量。这不是阴险的算计，是阳谋，用毫无保留的托付，给诸葛亮套上一副永远卸不掉的道德枷锁，让他拼尽余生也要守住这份江山与承诺。恰恰是因为这份托付里，既有乱世里难得的坦诚，又有帝王刻在骨子里的权衡，他才成了一副最沉重也最无法挣脱的枷锁。如果只是冷冰冰的政治试探，天才如诸葛亮大可顺势而为，抽身而退。可面对一个把家底、把身后名、把毕生理想都压在你身上的故人，他无路可逃。15年前，隆中的雪地里，这个男人三顾茅庐，给了他施展抱负的舞台。15年后，白帝城的雨夜里，这个男人将身后一切尽数相托，给了他无人能及的信任。知遇之恩，知己之托，再加上两人共同的理想，三重重量压下来，足以让他用余生去偿还。他叩首在地，额头抵着冰凉的石板，声音哽咽，却字字千钧。臣感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一刻，隆中的那个卧龙书生彻底成了过去。他接过的不是权力的权杖，而是一份没有退路的遗命。从那以后，他不再是为自己而活的谋士，而是一个在道德的祭坛上把自己活活烧干的殉道者。这场君臣相知，成就了千古美名，也酿成了诸葛亮一生中最苍凉的悲剧。公元223年的夏天，白帝城的丧钟终于敲响。刘备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未尽的霸业撒手人寰，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连同那个被道德枷锁死死锁住的丞相，留在了这片西南大地上。当时的蜀汉用危如累卵来形容都显得有些苍白。夷陵之战的惨败不仅烧光了数万精锐，更打断了蜀汉的脊梁。曹魏在北方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牧马；东吴在东边磨刀霍霍，试图痛打落水狗。而在蜀汉内部，南中地区的豪强趁机掀起叛乱，益州本土的士族更是暗流涌动，冷眼旁观着这个外来政权何时土崩瓦解。更要命的是，坐在成都龙椅上的新皇刘禅仅仅是个17岁的少年。面对这样一个随时可能散架的危局，诸葛亮没有半分沉溺悲痛的余地。他做出的选择几乎是本能的，把所有权力牢牢攥在手里，让一切事物都回到可控的轨道上。开府治世，就是他为蜀汉重新搭建秩序的第一步。以丞相府为唯一核心，统一调度，小到杖责20的刑罚，大到北伐的战略部署，最终决策权全部汇聚到他的案头。后人常说这是鞠躬尽瘁，也有人说这是独断专行，但对诸葛亮而言，这首先是一种安全感。只有每一件事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才能确定这艘船不会突然偏离航向，不会突然散架。这种对掌控感的极致追求，注定了他无法接受2元分权的托孤格局。刘备留下李严同受顾命，本意是安抚东周派系，稳固东部防线。可在诸葛亮看来，一个常驻边境、手握重兵、理念又与自己相悖的辅政大臣，本身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李严想的是守住1亩3分地，做个安稳的地方重臣；诸葛亮想的是整治全国，北定中原，要的是举国同心，令行禁止。路线的分歧加上权力的分散，迟早会酿成内部分裂。于是他用了最温和也最坚决的方式，先以北伐为名征调李严北上，剥离其地方根基，再逐步收编其兵权，将其纳入丞相府的体系之内，直到建兴9年，借都运粮草失职的由头，将其彻底废除。整个过程没有流血，没有株连，却实实在在地完成了权力的统一。他要的从来不是打压异己的快感，
是一个没有杂音、权力向前的朝堂。很多人说，诸葛亮从此成了蜀汉的独裁者。可这份独裁里几乎没有个人私欲的位置，他没有培植家族势力，没有攫取私人财富，甚至没有给自己留半分退路。他用极致的集权换来了蜀汉的秩序与生机。稳固了内部权力后，诸葛亮将目光投向了外部的生存危机。面对刚刚在夷陵杀得血流成河的仇敌东吴，诸葛亮咽下了所有的屈辱与仇恨。他主动派出使者邓芝前往建业，重新修复了孙刘联盟。东线烽烟暂歇，诸葛亮旋即转身，着手平定南中的后方乱局。后世戏曲里反复演绎的七擒孟获，总带着几分从容不迫的仁慈与神话色彩，可真实的南中平叛是一场深陷瘴气雨林，伴随着疟疾与惨烈厮杀的泥潭苦战。他坚持攻心为上，剿抚并用，不全是出于仁德，更是一笔冷静到残酷的战略算账。蜀汉国力单薄，根本无力长期派驻重兵镇守这片蛮荒之地。他要的不是短暂镇压，而是稳定可控的后方，是南中源源不断的物资和兵源，为日后北伐那台吞金噬人的战争机器持续书写。南中大定，后方再无掣肘，诸葛亮终于可以将全部目光投向北方。经过整整5年休养生息，蜀汉的国力勉强从夷陵惨败的创伤中缓过一口气。而此刻的曹魏恰逢曹丕驾崩，曹睿新立，朝局动荡，正是北方防务最薄弱的窗口期。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深夜，诸葛亮独自坐在案前，默默提笔。窗外是成都平原呼啸的秋风，李治在脑海中疯狂报警：蜀汉的人口只有曹魏的1/5，翻越秦岭的蜀道运粮损耗高达90%。去打这样一场战争，等于把国家推向深渊。可是，另一种更高维度的声音在灵魂深处轰鸣：如果不打呢？如果就这样在巴蜀的安逸中消耗下去，老兵会逐渐死去，新一代的益州人根本不会在乎什么汉室复兴。这个建立在理想主义之上的流亡政权，将在偏安一隅中彻底丧失合法性，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慢性死亡。与其等死，不如去赴一场明知必败的死局。用战争去维持国家的战时体制，用进攻去宣示他们存在的意义。笔尖在竹简上落下，墨迹化作了那篇流传千古的《出师表》。这不是一篇简单的请战书，而是一个殉道者的遗言。他没有讨曹檄文的激昂，没有出征文告的张扬，反而通篇都是沉郁与恳切。他不夸胜算，只谈先帝遗愿，不炫韬略，只讲治国分寸。字里行间没有权臣的骄矜，只有托孤老臣的全权之心和即将远行的苍凉与不安。他把朝堂托付给贤臣，把后主反复叮嘱，像一个知道前路艰险的旅人，在临走前把家里的一切都打点妥当。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短短8个字，藏了所有未说出口的沉重。他知道前路多艰，知道胜算渺茫，甚至知道自己大概率再也回不到成都，可他还是要走。这是对白帝城承诺的兑现，是对少年理想的回应，也是他给这个脆弱的理想国拼出来的一线生机。窗外的秋风掠过蜀地的山川，一路向北。他放下笔，目光穿过沉沉夜色，仿佛已经望见了岐山的漫天风雪。公元228年的春天，陇右的狂风卷起漫天黄沙，也撕开了曹魏帝国西北边防的平静。自从刘备在白帝城咽气后，魏国朝野上下早就把蜀汉当成了一具等待腐烂的政治僵尸，连防备都松懈得如同虚设。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在成都窝了5年的文弱书生，竟然如同天降神兵一般，率领着数万蜀军突然出现在岐山。消息传出，
曹魏震动，三郡太守在惊恐中开城投降。洛阳城里的魏明帝曹睿被迫御驾亲征，急赴长安坐镇。在那个短暂的春天里，隆中对里规划的复兴汉室的图景，似乎已经在中原大地上露出了曙光。诸葛亮端坐在中军大帐内，宛如一位降临人间的兵道神明，冷酷而精准地收割着胜利的果实。这份凌厉的攻势从来不是凭空而来。他带出的军队容阵整齐，号令严明，所过之处对百姓秋毫无犯，推演的八阵图成了后世兵家尊崇的阵法范式，改良的连弩更是让曹魏骑兵忌惮不已。5年的沉潜打磨，让这支曾在夷陵惨败中溃散的队伍脱胎成了纪律森严、战力强悍的精锐之师，才得以在出兵之初便震动整个关中。然而战争从来都不是沙盘上的优雅推演，它是充满血肉横飞与偶然性的修罗场。曹魏的反扑来得比想象中更猛烈。魏国名将张合，一头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老狼，率领着5万精锐骑兵，日夜兼程，直扑陇右的咽喉要地街亭。谁去守街亭？这成了决定蜀汉生死存亡的胜负手。在诸葛亮的帐下，站着身经百战的魏延，站着资历深厚的吴懿。按照正常的军事常识，这种阻击重兵的生死战，必须由最凶狠、最稳重的苏将去扛。但就在这个决定命运的瞬间，诸葛亮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致命的一个决定。他越过了所有老将，把最核心的防线交给了没有任何实战主将经验的参军马谡。后人无数次痛惜诸葛亮的识人不明，将这归咎于他的书生气。但如果我们潜入他彼时的心理深处，去审视那张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你会发现，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视察，而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在权力焦虑下的必然选择。魏延确实能打，但他太狂傲了，那是刘备时代留下来的骄将遗风。他不允许战场上出现任何自己无法掌控的变数。而马谡不同，马谡熟读兵法，更重要的是马谡懂他。在此前的南征中，马谡那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精准地击中了诸葛亮的战略内核。在诸葛亮眼里，马谡就像是年轻时的自己，是一个能够完美领会并执行最高层意图的智慧容器。更深层的潜规则在于政治算计。蜀汉第一代班底正在凋零，诸葛亮迫切需要培养一支属于自己的嫡系接班人团队。如果马谡能在街亭挡住张合，立下这不世之功，就能在军中建立起无可撼动的威望，顺理成章地接过丞相府的衣钵，以此来压制军中那些桀骜不驯的荆州老将。这是一次披着军事外衣的政治拔苗助长。可惜诸葛亮算准了权力的制衡，算准了战略的布局，却唯独算漏了战争最原始的残酷。街亭的冷月照在马谡毫无血色的脸上。当这个纸上谈兵的理论家真正面对张合那遮天蔽日的铁骑时，他崩溃了。他脑海里那些精妙的阵法在漫天扬起的尘土前失去了作用，他违背了诸葛亮当道扎营的死命令，选择退守孤山。张合甚至没有发动惨烈的佯攻，只是冷冷地切断了蜀军的水源。几天后，干渴到疯狂的蜀汉士兵不战自溃，满山遍野都是丢盔弃甲的逃兵。街亭的防线像一层脆弱的窗户纸，被曹魏的铁骑轻易碾碎，咽喉被切断，陇右的生路成了死局。噩耗传回大营，诸葛亮手中的羽扇停止了。那个被他视为接班人，寄予了全部心血的爱徒，亲手毁掉了他苦心经营了5年的北伐大业。三郡得而复失，蜀军面临被包围全歼的绝境。神明的光环在这一刻轰然碎裂，他不得不咽下苦果，强行组织刚刚归附的几千户百姓，
在凄风苦雨中狼狈地撤回汉中。第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最终变成了一场仓皇的逃亡。回到汉中，等待他的是一场更加残忍的灵魂绞杀。中军大帐里，五花大绑的马谡跪在冰冷的泥地上。史书在这里只留下了毫无温度的4个字：武侯挥泪。营帐里的空气凝固得让人窒息。马谡跪在地上，没有求饶，只是写下了一封诀别信。10万大军在帐外屏息凝神，所有的将领都在看着他们的丞相。蒋琬试图劝阻，说天下未定而杀至己之事太可惜了。诸葛亮难道不想保马谡吗？这不仅是他的半个儿子，更是他政治蓝图里最重要的一块拼图。但他能保吗？不能。蜀汉政权的运转逻辑是被他自己亲手锁死在冷酷的蜀科里的。他靠着严刑峻法压制住了内部的帮派倾轧，靠着赏罚分明驱使着益州百姓去填北伐的无底洞。如果今天他因为私情赦免了马谡，他亲手铸造的法律信仰就会瞬间坍塌，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士兵的怨魂会立刻撕碎这个脆弱的国家。他别无选择，他必须用这把沾满自己人心血的刀，去向整个蜀汉证明法度的威严。斩首的军令下达了。当刽子手将马谡的头颅呈上时，诸葛亮哭了。这不是政治家的作秀，而是一个父亲般的老人，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得意的作品被自己下令砸碎。那眼泪里有对马谡的痛惜，有对北伐功败垂成的绝望。他挥笔写下了一道上表给后主刘禅的奏书，请求将自己连降3级，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在奏书里，他没有推诿半点责任，这也是他向天下人，向死去的刘备交出的一份泣血的检讨。那个深夜，汉中大营的灯火依然亮着。诸葛亮独坐在案前，看着马谡曾经坐过的空位。他用最痛的代价完成了对自己的祛魅。他不是神，他也无法凭借一套完美的算法去掌控所有的变量。人力的局限像一座大山压在他的脊背上，但他没有倒下，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在，那台名为蜀汉的战车就必须继续向着北方那片注定无法征服的土地碾压过去。从那一年开始，战争的性质悄然发生了改变，从最初宏大的战略包抄，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战术绞肉机。公元228年冬的第2次北伐，诸葛亮率军猛攻陈仓，守将郝昭用几千残兵硬生生扛住了蜀汉数万大军长达20多天的昼夜狂攻。云梯被烧毁，冲车被砸碎，城墙下堆满了蜀汉士兵的尸体，直到粮草耗尽，诸葛亮黯然退兵。他那天下无敌的光环开始褪色。他惊恐地发现，曹魏的防御体系正在迅速进化，那道横亘在面前的秦岭变成了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叹息之墙。到了公元231年的第4次北伐，诸葛亮迎来了他一生中宿命般的对手司马懿。如果说诸葛亮是在逆天而行的苦行僧，那司马懿就是个顺应丛林法则的冷血算筹师。在岐山前线，这2个三国时代最聪明的头脑，没有上演什么花哨的空城计，也没有羽扇纶巾的潇洒对弈。他们进行的是一场赤裸裸的、残酷的后勤消耗战。司马懿敏锐地抓住了蜀军的死穴粮草，他下达了死命令，任凭蜀军如何在阵前辱骂挑衅，魏军就是龟缩不出。司马懿太懂得这笔账该怎么算了。蜀军从汉中运粮到岐山，要翻越数百里崎岖的栈道。那些所谓神奇的木牛流马，根本不是什么魔法机关，而是诸葛亮为了克服地狱级地形，绞尽脑汁设计出的人力独轮车。在漫长的运输线上，
民夫们为了把一担粮食送到前线士兵的嘴里，自己在路上就要吃掉5、6担。当时的蜀汉总人口满打满算不过90万，却要养活10万脱产的军队和4万官僚。这意味着每7、8个老弱病残就要勒紧裤腰带供养一个士兵。田地里的壮劳力被抽空，剩下的妇孺在监工的皮鞭下日夜纺织蜀锦，用来换取军资。诸葛亮是一个清官，他的道德无可挑剔，但这种私德的完美恰恰掩盖了他在国家机器运转上的冷酷。他用汉贼不两立的神圣信仰绑架了80万蜀地生灵，将他们投入了那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他难道听不到百姓的哭声吗？他听得到。他不是只顾穷兵黩武的暴君，治蜀期间他兴修水利，扶植农桑，蜀锦贸易更是成了蜀汉最稳定的财源。他尽了最大努力在战争与民生之间走钢丝，但他只能装作听不见。因为如果不通过持续的外战来维持战时体制，蜀汉内部那些被压抑的矛盾就会瞬间爆发，政权就会从内部瓦解。这就是以攻为守背后的悲凉底色。为了国家的存续，他只能残忍地消耗国家的人民。第4次北伐最终因为老天爷的一场连绵大雨和一场内部的政治风暴而流产。负责后勤的李严因为粮草无法按时送达，害怕被追责，谎称粮草不济，又是大军退兵，事后又倒打一耙，试图推卸责任，把黑锅扣在诸葛亮头上。面对这种拙劣的政治构陷，诸葛亮没有暴怒，而是拿出了所有与李严往来的书信和公文，将一条条铁证如大山般砸在李严面前。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托孤重臣瞬间土崩瓦解，被废为庶人，流放边疆。至此，蜀汉朝堂上最后一点反对的声音被彻底抹平。诸葛亮完成了权力的终极闭环，整个国家变成了他一个人的提线木偶。但是当他回到空荡荡的丞相府，看着满桌永远批不完的简牍，这位51岁的独裁者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赢了所有的政治对手，却输给了时间。长时间的焦虑、失眠、饮食不规律，加上蜀地潮湿的瘴气，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历史的沙漏只剩下最后的几粒细沙。他强撑着病体，将目光投向了地图上那个名叫五丈原的地方。他知道属于他的最后一战要来了。公元234年春天，54岁的诸葛亮点齐10万大军，跨过秦岭，出斜谷，将蜀汉的战旗插在了渭水南岸的五丈原。当司马懿得知诸葛亮驻军五丈原时，这位老辣的政客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五丈原是一块高地，易守难攻，但也意味着取水困难，运粮艰难。司马懿立刻下达了死命令，坚壁清野，只守不战。他甚至不惜在众将面前摆出隐忍示弱的姿态，任凭蜀汉军队在营地外如何耀武扬威，魏军营垒的大门始终像焊死了一般紧紧闭合。这是一场没有刀光剑影，却最考验心理极限的绞杀。为了解开这个死局，诸葛亮用出了一招极具羞辱性的手段。他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了一套女人的衣服，意思是你如果不敢出战，就和深闺里的妇人没什么两样。在演义里，这被津津乐道为一次精妙的心理战。但如果我们潜入他此刻的内心深处，你会看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凉。诸葛亮是一个一生追求体面、秩序与礼法的圣徒，一个连军营里打20军棍都要亲自核查、行事极度严谨的丞相，此刻竟然用出了这种近乎市井无赖般的粗鄙手段。这根本不是什么从容的激将法，这是一个生命进入倒计时的完美主义者，在冷酷的物理规律与国力天堑面前彻底的破防与失态。他太焦虑了，也太绝望了。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撑不了几天，
知道那10万大军的粮草随时会耗尽。他像一个在黑夜里即将溺死的人，不顾一切地抛出这套女人的衣服，试图用这种最反常、最撕裂自身尊严的方式，去强行敲开命运那扇已经死死焊上的大门。在那个把名节看得比命还重的时代，魏军的将领们气得眼眶自裂，纷纷拔剑要求拼死一战。但司马懿这个将隐忍刻进骨髓里的男人，却笑眯眯地接过了女装。他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十分客气地招待了蜀军的使者。在酒席上，司马懿没有打听蜀军的兵力部署，也没有询问粮草辎重，他只像拉家常一样，问了使者几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诸葛公近来起居如何？食量几许？军中政务可还繁重？那个毫无心机的使者老老实实地回答：丞相素行野昧，军中凡是20军棍以上的处罚，皆要亲自批阅核准。至于饭量，1日所食已不足数升。听到这句话，司马懿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寒光。送走使者后，他转过身，对那些依然愤愤不平的魏国将领们淡淡地说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死亡诊断：食少食烦，其能久乎？吃得那么少，却亲自操劳着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这位大汉丞相的命还能撑几天？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诸葛亮晚年最大的悲哀，也揭示了蜀汉政权走向灭亡的深层病理。一个10万人的野战军团，连20军棍这种基层军官就能决定的惩罚，居然需要堂堂一国丞相亲自批复，这是一种何等可怕的管理灾难！后人常常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赞美他的勤勉，但如果我们换一个管理学的冷酷视角，这分明是一种病态的微观管理。他为什么不放权？因为他不敢。白帝城那个寒夜里，刘备那句均可自取的遗言，像一副沉重的铁枷锁，把他的人性、他的私欲，甚至他犯错的空间死死地锁住了。他太害怕手下人出乱子，太害怕任何一点闪失会毁掉这支用蜀汉百姓高血换来的孤军。这种近乎神经质的责任感，导致了蜀汉官僚体制的极度僵化。在他的巨大阴影下，蜀汉的人才梯队出现了致命的断层。因为所有的决策都在相府的案头上完成，年轻的将领们失去了试错和独立思考的机会。当张合、司马懿、郭淮这些曹魏名将在一次次的血战中完成经验迭代时，蜀汉的将领们却只能像提线木偶一样，机械地执行丞相留下的锦囊妙计。诸葛亮用自己的天才，硬生生把蜀汉的上限拔高到了不属于他的位置，但也同时封死了这个国家自我造血的下限。当这颗最强的大脑一旦停止运转，整个机器就会瞬间瘫痪。命运的沙漏终究还是在渭水河畔漏到了最后一滴。公元234年的秋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五丈原的枯草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漫天的黄叶像是在为这位穷途末路的英雄吟唱挽歌。诸葛亮病倒了，他经常整夜的剧烈咳嗽，咳出的鲜血染红了案头那永远批不完的简牍。他知道大限将至，在这个濒死的时刻，他不需要再用什么奇谋妙计来欺骗自己了。他知道北伐失败了，汉室复兴的图景彻底化为了泡影。他耗尽心血打造的木牛流马，最终也没能把足够的粮食运过那道横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秦岭。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一张张已经消散在风中的面孔，隆中风雪里那个眼神明亮的中年人，长坂坡上浑身是血的赵云，荆州城头抚须远眺的关羽，还有那个在街亭的冷月下被他亲自下令斩首的马谡。他们都在等他，而他带回去的只有一份注定无法兑现的答卷。
但他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伤感的凡人死去。只要他还有最后一口气，他就是这台庞大国家机器的唯一中枢。在一个油灯如豆的深夜，他强撑着坐起来，召集了杨仪、费祎和姜维。他没有留下什么锦囊妙计来绝地反击，也没有指定谁来接替自己的丞相大位。他下达了全军撤退的命令，并做出了一个极其残忍却又无比精准的政治安排，让杨仪断后，如果魏延不听调遣，就随他去。这是一个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为10万大军算计退路的政治家。他了解魏延和杨仪之间积蓄已久的矛盾，他安排让杨仪领军南撤，让魏延断后，这是在极端状况下确保大军安全撤退的最优解。但这个决定引爆了二人之间那场致命的冲突。魏延最终身首异处，成了诸葛亮遗产中最血腥也最让人叹息的一页。交代完这一切，建兴12年的秋风骤然卷过营帐，吹灭了那盏燃烧了54年的孤灯。星辰坠落，万马齐喑。当诸葛亮死去的长风吹过渭水，司马懿来到那座空荡荡的蜀军营垒前，看着那即使撤退也依然井然有序的遗迹，这位隐忍了一生的死敌脱口而出了一句最真实的叹息：天下奇才也。随着他的离去，这台失去主心骨的蜀汉战车又凭借着他留下的制度惯性，在历史的泥泞里艰难跋涉了29年。公元263年，魏国将领邓艾率军偷渡阴平小道，神兵天将般出现在成都平原。诸葛亮生前最害怕也最竭力避免的那一幕，终于血淋淋地上演了。那个他耗尽心血试图唤醒的国家，连一场像样的全境抵抗都没有组织起来。益州的百姓太累了，他们在长达数十年的战时体制下被榨干了所有的战争潜力，此刻只能麻木地看着后主刘禅自负出降。而命运的残酷不仅于此，就在蜀汉覆灭的前后，那个被诸葛亮对抗了一生的死敌司马懿，其子孙早已在暗中架空了曹魏的皇权，建立起西晋王朝。到了公元280年，东吴的旗帜也在长江的波涛中倒下。三分天下的宏图，几代人的尸山血海，桃园结义的浊酒，官渡鏖战的烽烟，赤壁连江的烈焰，五丈原上的秋风，这近100年的波澜壮阔与英雄史诗，最终全都被司马氏那个崇尚实用主义，以阴谋和背叛为底色的家族一口吞噬。整个三国时代就像是一场绞杀一切理想与热血的庞大荒诞剧。在这个剧本的开头，无数人为了忠义，为了苍生，为了匡扶天下的宏愿，前赴后继地踏入血海。可到了结局，那些燃烧的信仰全被无情地掩埋在权谋的废墟之下。赢尽天下的不是最聪明的大脑，也不是最纯粹的灵魂，而是最能熬、最懂得践踏底线的人。当西晋的旗帜插满九州，那个属于理想主义者的英雄记彻底落幕，只在泛黄的史书里留下了一地冰冷的灰烬和一声沉闷而绝望的叹息。而今天，当我们站在1000年后的深夜，拨开历史宏大的滤镜，重新审视这一切时，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诸葛亮？如果用绝对客观的政治经济学眼光复盘，他确实留下了许多未尽的事业与现实的遗憾。在内政上，他推行的严明法度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蜀汉牢牢绑定在战时轨道上。原本富庶的天府之国被拖入了全民皆兵、举国奋战的局面，百姓背负着沉重的徭役，在崇山峻岭间用血肉填补北伐的消耗，也直接导致了蜀汉后期的民生疲弊。在用人上，完美主义带来的极致掌控欲，让他不敢轻易试错，不肯放手放权，锻造出一支纪律严明却锐气不足的军队，也埋下了蜀汉后期人才断层的隐忧。在战略上，
他用理智推演的隆中对，自荆州丢失的那一刻起，便在地缘逻辑上成了死局。他发动的5次北伐，无论战术打得多么精巧，在宏观的国力对比面前，终究是匹夫撼树。三国的最终结局无情地印证了这一点，以1州之地对抗9州，违背了最基本的实力规律。他所有的挣扎，不过是延缓了蜀汉走向终局的倒计时。既然一切终究是徒劳，既然三分归尽是难以逆转的历史大事，为什么1000年来，我们谈起赢尽天下的司马家族时，总带着几分冷眼与轻蔑；提起这个连年征战，最终一无所获的失败者时，却常常心头发热，眼含热泪？其实这份共情古已有之。杜甫在成都武侯祠的古柏下长叹：出师未洁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陆游在乱世里捧读出师表，写下了出师一表真名士，现在谁堪伯仲间的击赏。更有人评他是两汉以来无双士，3代而后第一人。千百年里，无数失意的、困顿的、仍在坚守的人，都在他身上看见了自己。因为他用自己残缺而悲壮的一生，回答了人类最沉重的一个哲学命题：当人面对绝对的不可抗力，面对注定失败的命运时，该以怎样的姿态活着？权力的泥沼最容易腐蚀人心，屠龙的少年终会长出鳞片，这几乎是历史的定律。但诸葛亮没有，他独揽大权10几年，没有为家族谋取一寸私利，死时家中只有800株桑树，15顷薄田。他写给儿子的诫子书里那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从来不是装点门面的清高之语，是他一生言行合一的注脚。他本可以像司马懿那样，借着滔天权势一步步改朝换代，哪怕只为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他没有，他把所有的算计，所有的权谋，都用在了对外苦撑危局，对内维持秩序上，唯独对自己清零了全部私欲。司马懿的胜利是丛林法则的胜利，是适者生存的极致体现，而诸葛亮的失败则是人类尊严与精神操守的最高赞歌。他比谁都清楚北伐胜算渺茫，比谁都明白自己是在逆天而行。可是当年白帝城那个濒死的主公攥住他的手，把光复汉室的梦想托付给他时，他答应了。他在后出师表里写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是一句给君王的漂亮场面话，是他给自己人生写下的判词。就为了这一句承诺，这个世上最聪明的大脑选了最笨的一条路，一步一步把自己熬干，把自己耗死。人类的历史大多被慕强心理与成王败寇的逻辑支配，但唯独在诸葛亮这里，中国人展现出了最柔软也最坚定的精神审美。我们爱他，不是因为他像神一样算无一策，而是因为他像一个满身伤痕的凡人，明知道前方是万丈深渊，明知道是一场必输的战争，却依然掸去身上的尘土，推开门，迎着冷风走了出去。直到今天，成都武侯祠的红墙烛影间依然香火不绝，定军山下的寒食路上，仍有人循着千年旧俗祭拜丞相。从民间自发的巷陌司祭，到后世代代修葺的祠宇，人们纪念的从来不是一个成功的权臣，而是一种永不熄灭的精神。在这个永远教导我们权衡利弊、顺应潮流、明哲保身的世界里，诸葛亮就像一面古老的镜子，他照出了我们的圆滑与妥协，也照出了我们心底那点尚未熄灭的对纯粹理想的微弱渴望。他输给了时间，输给了命运，但他用一场粉身碎骨的溃败，在千年的历史长夜里，硬生生砸出了一道名为风骨的裂缝。从那以后，每一个在深夜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却依然咬牙死撑的人，都能在那道裂缝的光里看见自己的影子。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